喂，你話我都還陣唔知點算好？好簡單，講咗咯，你做啲怪嘢頂到上天花，遮住佢唔覺眼噶。咩話？你話啲陣喺個廳中間做唔到鬼？喂，要遮住啲陣咧，唔一定就係做怪㗎，都仲有好多其他方法㗎。嗱，我咁啱咧就要去北角光招台咧參觀一個設計單位。聽聞佢原本客飯廳都有好多陣位㗎，不過而家咧整到靚一靚，唔係好覺眼㗎啦。跟唔跟我一齊去睇下偷下先啊？梗係好啦。咁我哋行啦。好啊，北角呢邊喎。唔好意思啊，叔叔。我講笑呢邊啊。係港鐵炮台山站出嚟，沿住店鋪林立嘅英皇道行，大概係3分鐘到，就去到我哋嘅目的地光招台。由於喺法定分區入邊係冇炮台山噶，所以佢就劃入咗北角嘅範圍之中。呢一帶以舊樓居多，但有別於其他舊區以單幢樓為主，呢度嘅物業都係幾座相連，並且附設咗電梯上落。有大概47年樓齡嘅光招台就係其中之一，由2座物業組成，合共提供250幾個單位。屋苑以2房戶為主，使用面積由431尺至到550尺不等，另外都設有少量劃一811尺嘅3房戶。今次嘅設計單位就係呢一款戶型，同大部分舊樓一樣，開則都係好市正實用，而且空間非常寬敞。但係同一時間，橫梁多等舊樓常見嘅問題，喺呢個單位亦都會揾到。新樓啲陣位通常近窗噶嘛，舊樓啲陣位就係間屋嘅裏邊，好似喺度玩緊井字過三關咁樣嘅。即係如果以童趣嚟講，佢幾有特色。咁但係如果以一個住宅嚟講，可能就係要修飾佢，會比較適合住咯。除咗見到好多陣位之外啦，其實佢天花剝落嘅情況都幾勁嘅，同一般舊樓一樣會有漏水啦，會有剝落啦，所以原本間屋都真係比較殘舊。單位就只有屋主夫婦2個人住，佢哋買呢一度係想同仔女住得近啲，方便互相照應。新裝修除咗要修飾缺點之外啦，仲做咗啲間隔改動，包括將其中2間睡房打通成特大嘅主人房。快睇完一轉之後啦，相對於改動間隔，我覺得玄關設計就更加特別，因為呢度將原本已經長大概2.2米嘅走廊進一步加長去到大概3.8米。其實通常咧，啲人都唔想間屋咧個玄關咁大噶嘛，但係見到呢度咧個玄關好長喎，點解屋主會咁樣設計嘅？當然每個人都覺得玄關係好雅慧嘅，但係戶主就會覺得，當你喺外邊做完嘢翻嚟，帶住細菌入屋嘅話，佢會覺得我間屋咪充滿細菌又大塵咯，佢寧願有一段做走廊玄關嘅空間先入翻個廳，所以你會見到你嘅背後會有換鞋燈啦，咁呢度會有鞋櫃、儲物櫃同衣物處理機，到最後放低手袋先入到去最美好嘅屋企裏邊。要係一個空間滿足晒4個需求，又要望上去唔雜亂，顏色運用就顯得非常之重要啦。好似佔據比較多空間嘅鞋櫃同埋衣物護理機 ，Licky 就統一咁用上白色飾面嚟減低厚重同壓迫感，再以淺木色同埋淺藍色雲石紋嚟貫穿其餘嘅部分，令到整體感覺唔會單一之餘，又做到整潔歸一。其實點解行下咧會喺呢度做咗一級咧，好似跌咗落嚟嘅設計嘅？其實你會覺得係一個設計，因為佢延伸性入咗客廳，其實真實上裏邊係一條作單得好低嘅橫陣。咁佢呢家就用咗木飾面做咗護角，咁係咪感覺輕身啲呢？如果我哋喺一間屋裏邊都係輪廓分明，可能全部都係好多角落嘅話，好似攻擊性好重喎。木造嘅弧形線條一路延伸去到客飯廳嘅兩邊，令到玄關陣位冇咁突兀，同時隱藏埋冷氣機。不過呢一種修飾手法就比較難應用喺全屋嘅天花上面啦，因為會更加突出每一條橫梁。所以當去到涼廳中間嘅時候 ，Licky 就改用白色嚟處理橫梁，再加入弧線同埋滲燈設計嚟淡化佢嘅存在。好多時候我哋嘅燈槽都係石膏板天花營造個造型，焗乾上翻去滲乾。但係你會見到呢間屋嘅所有天花造型呢，佢都係營造咗個木殼，咁喺個木殼嘅上邊先做打燈，咁就會跟隨住所有弧線咁樣延伸同埋喐動嘅。又或者有其他直向嘅弧形啦，或者係橫面嘅弧形咁樣牽引落去用嘅。咁所以佢會有滲乾之餘，唔會影響到個天花嘅高度咯。你會見到所有呢個天花都會係真天花高度。
事實上呢度嘅樓底就只有8尺高，如果再用一般做法以假天花拉平全屋陣位嘅話，就會大大增加壓迫感。就算空間再大啦，亦都營造唔到屋主想要嘅大宅氣派。入到嚟啦，呢度就會係客廳啦。雖然啱啱玄關嗰度咧就佔用咗一定嘅位置啊，但係見到呢度嘅空間咧依然都係非常之充足啦。有大概100尺度。啱啱聽 Nicky 講啦，其實男屋主對於電子產品同埋音響等等啦都有一定追求㗎。其中一個要求咧就要喺客廳呢度擺部咁大有成85寸嘅大電視啊。所以喺設計後邊呢幅電視牆嘅時候咧，為咗配合佢都以咧簡潔為主，令到個感覺咧就冇咁花巧啦。庫型玄關呢度繼續以紫木色同埋奶油白色為主調，亦都加入咗雲石紋元素。不過就改咗做淺灰色，令到焦點集中翻喺電視同埋之後擺放嘅音響同埋裝飾上邊。雖然就簡約啲啦，但係望落一啲都唔覺得單調，圓弧同埋條子設計增加翻唔少層次感。你會見到佢都唔係好重 panel 嘅屋企嚟，反而留翻啲留白位，等到佢有啲俾人呼吸到嘅感覺。佢會覺得屋企有啲木色係感覺上 warm 啲嘅，咁但係全部都木，又係都係好局促，所以佢加咗少少 cream 嘅色嚟配合啲木氣，同埋加埋流線型，佢覺得夠啦。你擺得太多落去，反而所有嘢都係好似畫蛇添足多咗。相對於客廳、飯廳就多啲嘢睇啦，因為呢度同時係收納同埋展示嘅空間。不過有別於玄關，呢度就唔係以白色嚟減低特大櫃體嘅厚重感，反而全部用晒木色，連廚房門都唔放過啊！咁我哋就想其中一個位置都有翻佢自己獨立嘅 focus， 即係無論你個視點喺客廳或者飯廳都有自己獨立嘅元素，令到嗰邊更加豐富。咁所以你會見到佢個飾品櫃除咗有金屬框啦，仲有啲雲石嘅元素，佢會有翻個 film 翻去，令到佢成嚿櫃都係 outstanding 翻。嗰度當然都有啲陣位啦，咁同埋佢呢個延伸性都係想間屋望到除咗高，仲有一個延長性，令到一間屋所有嘅結構望落去都比原先個尺數更加大咯。由於玄關加長咗嘅關係，所以飯廳係細咗，但我就反而覺得而家嘅設計更加好啦。半通透嘅長虹玻璃屏風，令到飯廳有啲私隱度之餘，又唔會感覺壓迫。不過始終加埋櫃之後，空間係少咗㗎，所以屋主就諗到將部分櫃門做成類似港鐵列車門嘅設計，開閂嘅時候就可以慳返啲位，又唔使每次都喐到張台啦。廚房喺飯廳嘅後面，長度差唔多，所以只要妥善安排用具、櫥櫃同埋電器嘅擺位，已經能夠有充足嘅備餐同埋收納空間。呢度嘅用色相對比廳區深，方便清潔同埋打理之餘，亦都能夠顯示出唔同嘅區域。Hello， 呢一間近廳房咧就係客房嚟㗎。不過同一時間咧都係男屋主工作啦同埋娛樂嘅地方嚟嘅。因為嚟緊之後咧佢都會擺唔少音響設備喺度啊。間房唔細㗎，有大概80尺，擺傢俬上嚟都幾容易。但係為咗盡用空間 ，Nicky 就將房門褪過咗少少，令到衣櫃同埋書台各自佔據睡房嘅一邊，分區就更加清晰。貫徹客飯廳嘅作風，呢度繼續以淺木色為主調。可能因為男戶主喺呢間房嘅時間會多啲，所以 Nicky 都加翻啲深灰色落去啊，感覺就沉穩硬朗啲啦。喺呢間睡房入面，我就最欣賞呢一張木紋書台，圓弧收邊，感覺非常之順滑，又唔使擔心會撞到。轉過嚟主人房，感覺係咪截然不同呢？換上咗淡雅嘅粉色床頭軟墊同埋淺色雲石紋台之後，變得更加柔和。的確呢間房嘅設計係由女戶主主導多啲㗎，但係圓弧嘅元素依然佈滿喺房嘅每一個角落。打通之後嘅主人房有大概200尺，兩邊做櫃同埋三邊落床之後仍然有好多嘅走動空間。雖然呢度望出去都有唔少嘅高樓大廈啦，但係其實呢一間屋嘅採光係唔錯㗎，所以 Nicky 都喺近窗嘅位置做咗張化妝台連書台啊，但係都要有啲收納嘅位置㗎嘛，見到都主要係靠住兩邊去擺放啦，其中呢一邊仲有個特別嘅裝置添。原來係鏡嚟㗎，用線拉出嚟，咁就唔使固定遮住隻窗啦。最後我哋睇埋浴室。
因為廁所擺位咧就穩固咗喺同一個間隔裏邊，因為有陣時廁所嘅間隔係唔能夠改動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就以櫃去就翻嗰個擺位。咁你會見到地櫃做咗趟門啦，個儲物量會高啲。但係咧，如果佢繼續做翻鏡櫃，又好似 fur 咗出嚟嘅話，我個空間咁就壓迫咗喎，因為我可以活動空間可以少咗啲。咁所以洗手間做晒做吊櫃，令到前後空間感更加大。咁但係我哋個儲物量嘅處理咧，就係隔離做多咗高櫃，咁所以佢無論係去畫面上啦、造型上啦，同儲物量全部都滿足到戶主嘅。單位就睇完啦，今次嘅設計總共用咗大概120萬，咁當中以家私同埋木工項目花費最多，合共佔咗大概52萬。咁開頭都有講到，光招台鄰近炮台山站，沿路嘅英皇道都有唔少小巴、巴士同埋電車選擇，咁出入都幾方便。咁至於買嘢食嘢方面呢，都以附近嘅店鋪同埋民生小店為主，咁都多選擇嘅。咁但如果想行商場嘅話，就要行遠少少，去到和富中心同埋北角匯等等啦。咁遲啲皇都嗰邊會有4層商場，預計喺2027年啟用。咁到時由光招台行過去咧，都係大概3分鐘到。咁雖然咁方便啦，但呢度嘅居住環境都算係幾清靜，因為佢兜入咗去炮台山道，咁稍為遠離繁華嘅英皇道，要行少少斜路噶，咁但係我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嘅範圍之內。或者都因為呢一啲因素，咁就算光招台已經有40幾年樓齡，都依然有一定嘅捧場客。由舊年去到而家，有大概8宗嘅成交，尺價由大概11000蚊去到13000幾蚊。咁參考我哋28 House App，而家光招台有大概5個嘅放盤，叫價由大概485萬至到998萬，尺價就由11000幾蚊去到12000幾蚊。咁至於租賃方面呢，市值尺租就由大概37蚊去到44蚊不等。哇！入到嚟呢間屋啦，係非常之中意嘅，有3個原因。咁第一咧就係雖然佢樓底比較矮啦，亦都好多陣位。咁但係一入到嚟啦，其實一啲都唔覺啦。咁第二咧就係睇得出咧係佈局好分明嘅，有好多唔同嘅部分組成啦。咁但係個空間感咧依然都係非常之充足。而第三咧就係個設計係好簡約啊，入到嚟咧個感覺係非常之舒服㗎。咁當中我最中意嘅位置咧就會係玄關啦。咁雖然佢好長啦，咁但係好似每一步啦都做緊唔同嘅嘢咁。咁就好似咧喺室外放低晒所有嘢咧，先入到去廳區裏邊休息。唔知道大家係咪都係咁樣諗咧？都喺下邊留言話俾知㗎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咁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